喂，就是你。阁下有事？你把我的鱼吓跑了。是水流这么急，刚下过雨，哪来的鱼啊？有啊，我在等一条鱼，一条等了许久，总算要有钩的鱼。可你一经过，我的鱼被你吓跑了。我还有事，那你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赔我便好。听闻现在鲤鱼要10钱一斤，好一点的花鲢要30-50钱一斤。我那鱼又肥又大，品相又好，翻10倍，算500钱一斤。你总共赔我700两就好。开什么玩笑？黄金玉器也不敢像你这样要价吧？哦，不想赔钱？那换个赔法。这条鱼我等了许久，不说呕心沥血，也算是注入了满心期待。如今你一经过，鱼跑了，我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你赔我几许光阴，我也可算你销账，如何？那你等多久了？不多，40年而已。新鞋庄的弟子还真是好不讲理啊。不过莫说是你，这大海捞针的活儿给我做，也没工夫在这儿消磨时光。你什么意思？茫茫人海，寻一人踪迹。你知道我在找人？不只知道你找的是谁，还知道他在哪。他在哪儿啊？你刚才说那鱼，要多少银子来着？700两，我凑一凑赔给你，你看行吗？那是刚才的价格，现在嘛，不一样了。那你要怎样才肯告诉我他在哪？只要你能告诉我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什么都行。什么都行。渴了。啊。我就说有鱼吧，鱼还要钩了。我的鱼篓呢？哦。那个战鬼人有什么好？你好好一个姑娘家，非要去找他做什么？阁下说吧，还有什么要求？要求倒是没了，问题倒是还有一个。您请问。你去过神界？你听谁说的？这你别管。我去过。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。什么人？一个神女。神女？她姓沈名谁？不知道。那她身居何职？各处可有供奉？也不知道。你都不知道，我上哪儿打听去啊？这能被你记住，应该有什么特点吧？美。美？对，极美。这世上美人多了，那能成神的个个都风采卓然，美算什么特点？她的美让人过目不忘。你若见过她，一定记得住。不管她有多美，我肯定是没见过。这么说吧，我去过神界，就待了不到1炷香的时间，见了一个仙童，跟他聊了没2句，我就下来了。没见过别人？没有。好了，你的问题我已经回答了，
你现在能告诉我陆千桥在哪儿了吧？哎，你不会要反悔了吧？你找他做什么？你喜欢他？有多喜欢？就是很喜欢，只喜欢他。你若追上他，他若再逃，你该当如何？他又不是没跑过，我再追就好了。不错，有点悟性。战鬼人都是死脑筋，固执。你若想追上他，就要比他更固执。追上他后，死缠烂打，穷追不舍。记住，脸皮一定要厚。你说的还挺对，他呀就是这一套。再然后呢？还有，再然后啊，找一个好地方，比如什么荒无人烟的小岛，人迹罕至的深山，你带他往那一住，就此隐居，安稳度余生。听着是不错啊。罢了，这次你放我鱼的事儿，就这么算了。记住，一定要带他去一个好地方，就此隐居，安稳度余生。可别再坏我好事儿。你身体不太好啊？潜心问道多年，最近才出关，有些不适应。那你可要多加休息啊。还有事儿？不是，你还没告诉我他在哪儿呢。听闻战鬼人五步拳诅咒已解，他现在应当看得见颜色，尝得出味道了吧？哦。我还听说，京城醉仙楼有一饕餮食客，喜吃甜食，已吃了小半个月，还未吃腻。知道了，多谢，谢谢你了。阁下可真是个大好人。还有，你脖子上的金环还挺好看的。我先走了。好看吗？若不是你背着东西禁锢了力量，我们也不必如此的大费周章。你觉得刚才那位能把战鬼人引走吗？应该可以。哎呀，谋划多年准备的一出好戏，就被他们这么给毁了，可惜了。早就跟你说过，李莫夫成不了大器。人族啊，明明最弱小，却又最贪心，既想心狠手辣干成一件大事，又要把自己的野心包装成大仁大义，企图得到世人的理解与夸奖。切，什么都想要，却什么都得不到，白白浪费了你的剑木灵种啊！
不过，咱们也没算是大费周章，至少还算知道了，这世上有完美战鬼的存在。完美战鬼又如何？还不是要被一个仙门女子绊住了手脚？这就叫一物降一物。那仙门女子是陆千桥的克星，没准以后你也会遇到你自己的克星。我的克星？嗯，我的克星还没出生呢。你在干什么？画画呀。我允许你画我了吗？你这姑娘还挺好笑的。你怎知我这画中女子是你呢？那你看，我这画上的女子呢，眼尾处有颗泪痣。姑娘，你有吗？你很会画画呀。凭着这门手艺讨个生计罢了。哎，那你能不能帮我画一幅人像？行倒是行，不过我的费用可是很贵的。没事，我有钱。那就行。来，说吧，画谁呀？把人叫过来。我不知道他在哪儿。哦，原来是寻不到人呐，所以就把气撒到一个无辜画师身上。哎，没说不画。走。形容一下吧。他很高很瘦，长相嘛，很端正，而且是，但他打起架来又像换了一个人，又凶又狠，而且他的动作十分潇洒利落，看起来像个侠客。只要有他在，任何问题都会变得简单，哪怕群山倾覆，哪怕海水倒灌，只要我能看着他，就会觉得很心安。就会觉得很心安。你怎么不画了？画不了啊。为什么？姑娘，你看看你这形容，这像是个人吗？你还画不画了？我画呀。那这样吧，我来问，你来答。他是什么脸型啊？方的、圆的、长的、扁的？算是圆的吧，也不全是。他的轮廓十分硬朗，脸颊有些消瘦，嘴唇很厚，笑起来也很温暖，很亲和。眉眼呢？杏眼、丹凤眼还是桃花眼啊？放松的时候算杏眼，眉压眼的时候又很凌厉，蹙眉的时候深情且内敛。这人我好像见过呀。你见过？在哪儿见的？好像是瞧见过的。哦，就在对面这间酒楼里面，吃过酒的。哎，姑娘，不如我给你个建议，今日你便留在这城中。今晚有一个花灯节，他若在这城中的话，想必定会凑那个热闹的。我一定留下。是有个花灯节。收下吧。
好巧啊，姑娘，又见面了。看姑娘这反应，怕是没找到你想找的人，把我认作是他了。你怎么哭了？我就是开句玩笑。哎呀，我这个人最见不得姑娘哭了。不用你哄我。哎，抱歉，其实我能理解这寻人之苦的。不用你哄我。我没哄你，是真的。我也在找一个人，找了许多年，一直没找到。哎，会喝酒吗？你要干嘛？同是天涯沦落人，自然要以酒为愁思，一醉方休。酒来了，本店特色，夜不归。这酒的名字倒是有趣啊。公子奇有眼光啊。你竟知道我是公子奇？那是，小店美酒天下无双。不过好货无孬价嘛，咱这美酒3两一坛。喂，3两一坛。不用管银子，有多少来多少。得嘞，出手够阔绰的，喏。哎，喂，还能不能喝了？能啊，喝，接着喝。千杯不醉，海量。我跟你说，其实我酒量不行。什么千杯不醉，会喝酒的另有其人。那我猜猜，该不会是你要找的那位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不如你和我好好说说，他除了英俊、帅气、潇洒以外，还有什么特点？如果有朝一日我碰到了他，我定帮你把他给留下来。那可太多了。我说，你给我记着。记着。他呀，爱喝酒，而且很能喝，就所有这些他喝完都不会醉，而且爱吃美食，各种美食，尤其爱吃甜食。他对陌生人有点凶凶的，但是他对朋友很好很好。他还擅长作画，那画的比你好多了，比我还好。还精通医术，反正没有他不会的，他什么都会一点。你记没记啊？都记下了。还有，我喜欢他，估计他还喜欢我的。我们一起去过很多地方，从中原到北向，一起吃过很多美食，一起看过很多朝阳，一起做过亡命之徒，一起出生入死。一条情
师兄，师兄，请问梨影院的杂货房怎么走啊？新鞋庄新梅，不知前辈名号。陆千桥，万千之千，乔木之乔。既然你叫我一声前辈，我便不会让你死的。多谢前辈救命恩情，新梅没齿难忘。他日若有吩咐，刀山火海，任命差遣。不需要你刀山火海的闯，早日学会了鱼戏术，能省掉我不少功夫。我到底该如何称呼你？是魏县县城陆怀，江湖侠客封红一刀，还是战鬼人陆千桥？陆千桥，你是战鬼人对吗？对，战鬼人，恶贯满盈。你是仙门弟子，我是战鬼余孽。你想杀我，理所应当。但你扪心自问，我可有害过你？我害过你吗？我保证，我虽然是战鬼族，但我不想当战鬼人，我只想当人。为了我的愿望，换皮、换骨、换肉，我每成功的一件事情，修为就会大大的降低。但我仍然很开心，我能看清这世界上五彩斑斓的颜色，我可以拥有痛觉。而这种感觉让我觉得自己在真切地活着。我们回魏县吧，那是我老家，你也在那儿生活过。你是说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做个凡人，不再修行了？反正我也道心不稳，与修行一途，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。新梅，谢谢你。我也谢谢你。那为何他要把你丢下，一个人走了？不是丢下了，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，他把我忘了。陆千桥，陆千桥，陆千桥。会记得，我会一直记得。我记得他说过，想要在这京城中最贵的酒楼，吃最美的佳肴，喝最烈的酒，大醉一场，好好的睡一觉。我会记得我对他说过的所有的承诺，说过的所有的话，然后我一定会找到他，一定会找到他。茫茫人海，大海捞针，可不容易啊！到底在哪儿？